天我要来教大家如何免费做出一款非常好看的缩图。各位可能会发现，我已经做了好几个缩图教学了，但是到了2024年，大家对缩图的审美已经不同，所以身为帮过好几位实况组都做过缩图的我想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技巧。OK， 所以我们第一步骤要来拍摄我们的缩图的这个主角跟背景。那我这次会以 Minecraft 来。我们首先需要准备模组。这个模组的话，我建议Optifine 还有 Replay Mode 安装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游戏。好，那我们现在来到 Minecraft 里面。这个界面是我另外定制。如果你没有装这个模组的话，应该会看到这边这边有一个模组，我们点下去，然后我们要确认你有装 Optifine， 或者是我这一个是装上这个模组，然后我们用 Iris Shadow， 这个也是可以的。重点是你要安装 Replay Mode， 在这边 Replay Mode， 然后点完成。接着我们点单人游戏，然后这边有一个记录单人，一定要打这个叉叉，这个叉叉就打勾的意思。好，那我现在就来到我要拍摄的世界。那我们选一个比较好看的场景，就尽量是有天空天空的比例要占大多数这样这个主体会比较明显一些。我找一下场景那现在因为我这个缩图我想要做一个对比式，所以我要拍2张画面。那我们先选一个比较普通的画面，然后我们把视角广度要尽量拉到40以下，这样子。例如说我看一下，我这个就拉40好了，40。这边我因为要用比较垃圾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先用一个比较清亮的光影，好的，这个。好，那找到以后，我们就按下 F2，这样就可以截图了。假如说我第二个我想要用一个床战的背景，那我们就选一张地图，就这边好了。这边会让我的 skin 有这个跟这蓝色的羊毛形成一个明显的差异吧，对吧？然后我们这样把这个床也换成一样的颜色，因为这张地图原本是旧版的，所以它这个床的颜色还要再改一下，要不然看起来会不太自然啊。好的，我尽量切成冒险模式，这样才可以做比较多的动作。那你调整好位置之后，你就按这个Start Recording， 然后就按这个 Stop， 接着就保存，然后按这个完成。接着有一个 Replay 播放器在这边我们就点下去，这边会有你最新录好的，那我们就载入世界。OK， 那我现在第3人称，所以要改回来。好，那接着按下 B， 然后这边有个你的 ID， 那就点下去之后再按下 Shoot。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个天空的问题，所以我这边又拍了一个可以拍到天空的。好，然后我们把速率变成 0.1 好了，然后自己调整一下光影然后我们按下 F2， 接着我们点这个，总之我们先退出 Replay 接着我们就可以离开游戏了。好，那接着我们要进到编辑软体，那这里我建议我们可以用 Photopea。Photopea 是一个你可以称它为是一个免费的 Photoshop 软体。那我们就可以点这个新增专案。新增专案之后，这边会要你选这个宽跟高，然后还有这个 DPI。那这里我基本上会选择 720p， 因为 YouTube 的缩图它的最高这个要求的话，我觉得应该 720p 会比较适合一些。可是 DPI 维持72就不变了，背景是白色的，这样 OK。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创。好的，建立好了。接着我们这边可以拉大，看出 L 灯可以拉大。这个跟 Photoshop 的逻辑还是有点不同的，应该是会有一些不同。好，那这也是我们的背景。那我们要拖进我们刚刚拍好的，我们先拖一张图片就好了，这样会比较简单处理。稍微等它一下因为它这个需要上传，所以要等它一下。
前你们看不到这个，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涂到上面。好，说一下，它这个快捷键会比较麻烦，因为它 Ctrl 加 T 也没办法，因为它会到这个 Chrome 的快捷键。像这边的快捷键就要用 Alt 加 Ctrl 加 T， 那这边就可以调整大小。我们调一个适当的位置，像这样子。OK， 那我们点这个勾勾。那接着我要用这个选取，我把它选出来，到中间就偏移一些是没问题的。反正我们等一下会进入一些素材。这个 Ctrl 加 J，Ctrl 加 J 之后，我们把这原本涂成3。那接着，我们元素添加完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文字啊，我们加文字。那这个效果我们等一下再讲。那我们先添加一些文字。首先，文字工具我们这边点一下，然后接着在这空白处点一下，那接着你就可以输入文字。但我们先把这个涂到最上面。例如说，我们输入好制作缩图，接着全选。然后我们改这个大小，接着这边我们点这个载入字体啊 ，OK， 那这边我们点这个勾勾，然后我们一样切换成这移动的滑鼠，然后我们移动到你要的位置，然后移动到中间 ，OK， 那接着我们对这个文字图层点右键，那这边有个混合模式，Photoshop 的话会叫混合选项，我记得。OK， 那接着我们先点这叉叉，然后我们改一下颜色，改成你想要颜色。我通常建议白色，不要改太花俏的，就是我们缩图里面不要有这个花俏的字体，或者是与背景颜色相似的这个字，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能用背景相似的颜色，所以我们就用最朴实的白色就完成了。好，那这边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笔画就等于边框啊。那你可以修改颜色。那我这边导入了我之前的缩图来做一下参考，因为我们的风格就是缩图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让人家记住你，所以我们必须要都是统一的风格。那我们这边一样画笔，然后打勾，那接着我们一样照原本的，直接用这个下去点一下，这边就可以用好了。然后接着我们再点这加号，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原本的给用出，然后接着就是这个下面的图层，我要比这个最上面的图层要再粗一点。那我们一样点这个，然后再选取一次，我们调整一下粗度。好，这个看个人喜好啊，像我的品牌颜色就是这几种嘛，所以你不行，就是你不一定要照我的，就是你可以去混合出自己喜欢的颜色啊，例如说你可能可以再用个红色啊，这样也是蛮好的，对吧？我们接着再点那个阴影这边的话，基本上可以参照我的设定，就像这边这样子。然后会有一个蛮明显的阴影，那接着我就把参考图给用掉，有没有？这样就差不多就完成了。那因为我这个是 Minecraft 的嘛，所以我希望还可以再做一些修饰。那我们先点我们需要改的图层2，然后我们点这个滤镜，然后我通常会用 Camera Raw 啦，因为它里面能调整的东西非常多。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拉小一点。曝光对比，我们先把对比拉高 ，OK， 然后接着 Shadows， 我们可以拉高一些，然后白色我们可以暗一些，然后黑色我们可以亮一些，像这样子。它这边能调的话会比 Photoshop 还要再少啦，但也没办法了，因为人家是免费软体嘛，对吧？好，像这样子我们稍微调整一下，会看起来会比较好一些啊。这个魔法棒，然后我们一样选这个人物，那我们这边点一下，你看它就会有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记得要选这个全白的圈圈，然后我们就一直选这样。用太多。那对于这种麦块人物的话，我其实建议另外一种方法，就我们用这个多边形选取工具。那我们就看到这边有一个视角，就是有一个箭头，然后我们就拖过来，这样我们选多边形啊，然后我们再放开滑鼠 ，OK， 然后接着我们对它点一下，它就会自动选取起来。然后我们在这边边角再点一下，这样，然后把它套起来，这会比较麻烦一些，但是会比魔法棒还要更精细一些啊。因为魔法棒的话，它有一些地方还是会有缺陷的，那这个基本上是不太会有缺陷，小细节别在意啊。好，弄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Ctrl 加 J 把它弄下来，然后接着我们进入到这个混合模式，然后我们先把这阴影开起来啊，这阴影不要用这么重，要不然会看起来非常不自然。大小可以稍微高一些，它的透明度低一些。这样，其实它这个应该要翻成不透明度啊，但管它了，看得懂就好。总之我们内发光看一下，然后用这个白色，然后接着稍微一下用覆盖，覆盖这样会看起来比较有没有 feel 的那种，就是人物在发光啊，所以看起来会好很多。然后渐变添加这边也改成覆盖，完成了，是不是？我的缩图就是这样做的，好，这样就好了，完成啊。接着这个天空因为是黄昏啊，所以看起来会跟这个人物有点相近。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把这个天空去掉，用魔法棒去对天空会比较有效果。或者是我们一样可以用那个多边形，就如果你的这个造景没有这么的复杂，其实可以直接用这个套索去选取起来你的图，有没有？这边，然后我再随便点一下，只要把它套住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好，这样就完成。我们先把这个删掉。有没有？这背景会变白色啊，白色还是不太好看，对吧？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再新增一个图层，然后这个图层我们用这个渐层，然后麦块天空的颜色我们稍微调整一下，麦块天空的颜色都是这个样子，对吧？这样的天空效果会比较好啊。那我发现我调有点太深了，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好了。想要让主体更明显的话，该怎么做呢？一样，我们用这个滤镜 Camera Raw， 然后接着对比可以拉高，然后曝光度我们降低一些，这样可以慢慢去调啊。我会把这个饱和度再鲜艳度再稍微关低一些，这样有了，这样看起来主体会比较明显一些，对吧？还不错，还不错。那我们把这个多余的先关掉，这样会比较好。有没有啊？这样我们一个不错看的缩图就做出来了。那我这个是比较啦，所以如果你把旁边的图去掉的话，这样主体会更明显，像这样。那这个是本集的一些小技巧，让你的缩图变得更好看。好，那要如何导出这样的图片呢？我们点这个档案，然后输出为 PNG， 这样就可以储存了。然后接着我们再点这个档案，然后储存为这个 PSD。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存取这个 PSD 档了。那我们这名字随便乱取就行了，因为你们应该也看不到。好 ，saving。好，接着因为我这个是展示影片，所以我当然会把广告给拦截，这样我后置才不会那么辛苦。好，那总之如果你想要再开启这个档案的话，假如说我们先把这个弄掉。我们可以点这个从电脑开启，然后我们找到我们刚刚存好的 PSD 档，然后点2下之后，你看又载入出来了。那这样你就可以一直编辑，像这样子，然后以后做缩图就会非常的方便。
算是一个纯模板的概念吧，对吧？好，那就差不多这样子。那接着，如果你缩图都做好了之后，我还推荐一个网站，真有一个缩图的预览的网站，然后你可以点这个选择档案，然后把刚刚的缩图给叫出来。好，这样你就可以预览在主页看到的，跟其他部影片相比。像这边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缩图够不够明显，然后别人容不容易看得到。这个是我推荐的一个网站，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你可以利用做好的缩图去配合一下YouTube 最近的缩图比较功能。那你在这个影片详细资料往下滑，这边会有一个缩图的地方，然后点这选项，这边会有一个测试并比较，那你就可以上传多个缩图。这样是一个最有效的测试哪一个缩图是最好的方案。那当然，这个结果你可以忽略，就是但这只是一个参考，对吧？所以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可以不用点个赞、按订阅。然后，如果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可以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让更多人知道有这种方法。那我们就下一见，拜拜。